高考监考老师的都知道，很多考生都有系统，像什么分数互换、学霸魂穿，数不尽的系统将高考搅得天翻地覆，各种复仇打脸的剧情不断上演。而我在系统面前一直只有看戏的份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个系统找上了我，他说他叫公平高考。此时，一个女生满头大汗冲到我面前，左老师，桃苏要跳楼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怎么回事？他现在在哪儿？就在教学楼顶，底下围全人了。您再不去，他可就真跳了。我心里一惊，拔腿就往外跑。走廊里全是凑热闹的学生，一个个把头探出窗外，死命往楼顶瞅。几个女生还在角落里嚼舌根。桃苏不会真要跳吧？唉，谁知道呢？马上就高考了，突然受这么大打击，肯定受不了呗。那也怨不着别人，谁让他自己不努力？我把这几句风言风语记在心里，一口气冲上8楼天台，推开天台门，一大帮老师学生正急得满头大汗，拼命劝阻：桃苏，你快下来，不就是没考好吗？这都不叫事。我顺着声音望过去，看到了桃苏的班主任老陆。老陆一转眼也看见了我，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扑过来。左老师，你和这孩子最亲，他的数学是你一手带出来的，你赶紧劝劝他。我赶紧拨开人群，终于看清了桃苏的状况，他大半个身子都已经悬在半空，只要脚底一滑，瞬间就会摔成肉泥。他满脸是泪，绝望地看着我。左老师，桃苏，有事好商量，成绩肯定能提上去，你先下来。他绝望地摇着头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解决不了的，我的人生已经彻底全毁了，让我嘎吧。什么叫人生彻底全毁了？我眉头拧成一团，死死盯着他的眼睛。他一句话不说，只是拼命抽泣，眼看问不出什么，我只能扭头看向老陆。陆老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纳闷儿，陶遭这几次中考全班垫底，平常连个小测验都交白卷。开什么玩笑？他以前可是全市前3，怎么可能考成这样？谁说不是呢？明明上课下死学，成绩就是一泻千里，简直跟换了个人似的。堂堂全市前3，怎么学都是倒数第一。我脑子里突然嗡的一声，一个极其离谱的念头蹦了出来，难不成是系统搞的鬼？其实我早就发现这个世界不对劲，就我教书这所高中，隔3差5就有学生莫名其妙绑定系统，这帮玩意专挑临近高考发作，随随便便就能让差生考上省状元。更逆天的是还能互换分数，直接偷走别人的智商。而我刚好有一个特殊能力，能清楚听见这帮作弊狗跟系统的对话。我私底下试探过好几次，全校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。我亲眼看着好几个尖子生被抽干成绩，最后逼得抑郁退学，那些小偷却踩着别人的命进了名校耀武扬威，这简直烂透了。我无数次想举报，但谁会信这种科幻小说一样的鬼话？我只能躲在暗处，眼睁睁看着这帮系统毁掉高考。现在一听老陆这番话，桃苏成绩崩盘的原因绝对没跑了，这丫头8成是让人给吸血了。想到这，我直接一步跨到桃苏面前，斩钉截铁的发话：桃苏，你马上下来，老师有办法把你的成绩拿回来。老师，您没骗我吗？没骗你，我保证。桃苏终于被我拉了回来，我一路把他送回教室，刚推开门，几个学生就投来鄙夷的目光。他又作什么妖？真够丢人的。哼，点和白然呗，人家白然随便学学就是班级第1，他能不破光吗？在这装什么死？怎么不干脆跳下去？声音不大，但字字诛心。我和桃苏听得一清二楚。桃苏浑身发抖，死死攥住拳头。我重重地敲了2下门框，强行打断这帮白眼狼。随后我转头叮嘱桃苏，下课来一趟办公室，记得拿上班里的成绩单。桃苏乖乖点头，回到了座位。1节课飞速过去，我刚回办公室，桃苏就敲门进来了。他手里攥着几张成绩单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左老师，我随手拉过一把椅子坐。我接过成绩单，一眼扫过去，上面2个名字简直扎眼到了极点。桃苏原本700多分，瞬间暴跌到300出头。白然一个300多分的学渣，直接飙升到730，这明摆着就是分数互换，绝对错不了。我没给桃苏开口的机会，直接吩咐你去把白然喊来。桃苏愣了一下，乖乖起身准备出门。等一下，下次点考，你给我把分数压低点，越低越好。桃苏完全听懵了，但出于信任，还是点了点头走出门去。不到5分钟，白然大摇大摆地进了门。这丫头穿着件白 T 恤，双手背后，满眼都是藏不住的小人得志。我还没张口，她倒是先发制人。左老师，我知道你偏心桃苏，但他自己作死跳楼赖不着我，谁让他没本事保住第1？我被气笑了，直接摇头打断他。谁要跟你扯这个了？这下换他傻眼了。那您叫我来干嘛？我一把抽出上次联考的数学卷子，拍在桌上。我就是想请教你这位全校第1，到底有什么独门解题大招啊？这有啥好说的？他心虚的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，就正常做呗，哪有什么大招？我毫不客气，手指直接戳在压轴大题上。这道题全程做出来的绝对不超过4。你既然考了满分，肯定有高见，讲讲呗。这题从哪下手？他干笑2声，脸憋得通红，就是憋不出半个字。与此同时，办公室里准时响起那个机械音。司头，赶紧告诉我这题怎么写？你不是无所不能吗？丁，警告宿主，本系统只提及分数盗取功能，概不负责做题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直接抽干桃斯的智商行不行？丁，目前全县仅支持分数互换，抽取智商需要完成进阶任务。一切全中，果然是个偷分贼。
这破系统把分数改得天衣无缝，外人根本抓不到半点把柄，全靠系统在后台强行作弊。我冷眼看着他像个小丑一样在脑海里疯狂求救，看他快憋炸了，我才慢悠悠开口：行了，学霸都得留一手，我也不逼你公开秘籍了。他听到这话简直像捡了条命，夹着尾巴落荒而逃。我瘫在椅子上，脑子飞速运转，就算我让桃苏疯狂压分，挡住系统的白嫖，桃苏自己也没分数了。我死命揉着太阳穴，感觉头皮都要炸了。难道就真的一点办法没有，只能看着桃苏去死吗？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，脑子里猛地窜出一个电流音：叮，成功锁定高考作弊系统，强制触发启动程序，请问宿主是否立即绑定公平高考系统？谁在装神弄鬼？我像触电一样从椅子上弹起来，惊恐地环顾四周，办公室里空荡荡的，老师全去上课了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可那声音真真切切，就是在我耳边响的。我吓得一头冷汗，确认没人后才浑身僵硬地坐回去。绝壁是最近熬夜太多，幻听了。第一，宿主是否立即绑定公平高考系统？声音第二次响起，我终于找准了声源，这玩意居然长在我脑子里，你到底是个什么鬼？收到宿主确认指令，公平高考系统正在强行绑定。我什么时候说要绑定了？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，但脑子也瞬间清醒了。好家伙，我居然也被系统给缠上了！可这不科学啊！老子是个老师又不是考生，绑我有个毛用？正懵逼呢，那边已经开始结算了。绑定成功，我强装镇定，试探性的跟脑子里沟通：你既然也是系统，盯上我到底图什么？本系统专治各种高考作弊馆，专门用来制裁那些偷分的吸血鬼。环考场一片净土。听完这话，我心里猛地一阵狂喜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能硬刚那帮作弊狗？没错，本系统自带反外挂雷达，只要对方开挂，直接进行降维打击。天下居然还有这等好物，我顿时来精神了，眼睛死死盯住桌上的排课表。下节课刚好要去一班，白然那个偷分贼就在一班。叮铃铃，上课铃一响，我抱着一沓卷子走进一班，往讲台上一站，心里莫名有点七上八下。我清了清嗓子，马上又要联考了，咱们今天把导数复习一下，顺便做个随堂测验。一边说，我一边把卷子往下发，就当考前摸底了，看看你们到底什么水平。话还没说完，底下直接炸了锅。饶了我们吧，阿树，你别这么绝情好不好？角落里还有几个学生憋着坏笑嘀咕：左老师胆子真肥，也不怕桃苏再跑去跳楼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眉头一皱，拿起粉笔擦重重敲了2下黑板，都给我闭嘴！教室瞬间死寂，所有人立刻低头做题。我走下讲台，经过白然座位时，他正百无聊赖地转着笔，卷子扔在一边，满脸无所谓。旁边的学生直拿眼角偷瞄他，满眼崇拜。不愧是学神啊！这定力咱哪比得了？只有我清楚，他正疯狂在脑子里呼叫系统，系统，赶紧把桃苏的答案复制过来。这破题我看着就烦。叮，已为宿主开启分数置换功能。我扭头看了一眼另一边的桃苏，他正咬着笔杆子拼命算题，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心血马上又要被人偷走。就在这时，我脑子里的公平高考突然炸失了，警报，捕捉到作弊系统信号，正在强行破解。破解完毕，锁定目标，姓名白然，绑定外挂，学神交换系统，技能描述，强制锁定一名受害者，完美互换双方成绩，且抹除现实违和感。我心里猛地一抽，赶紧在脑子里狂吼，这还了得？有没有什么破解的招数？当然有，我只需要给他的外挂打个补丁，加点限制条件，他这技能就彻底废了。加什么条件？比如现在我给他加的补丁是，必须等桃苏把卷子全部写满，互换程序才能启动。系统话音刚落，我隐约看见一道刺眼的红光直接砸在了桃苏身上。我快步走到桃苏跟前，扫了一眼他的卷子，倒数第2道大题刚好写完，正在死盯压轴题。我一把按住他的卷子，猛地转身朝全班大喊：时间到！所有人停笔！全班齐刷刷放下笔，不考了。最后这道压轴题超纲了，你们暂时不用做。底下的学生顿时松了口气，纷纷把卷子往前转，只有白然稳如泰山的坐在椅子上，等所有人都交完了，才慢吞吞的站起来，把卷子拍在我手里。左老师，您先批我的吧，刚好拿去当标准答案。扔下这句狂话，他转身就要往外走，我盯着手里的卷子，慢条斯理的叫住他：白然，你先等会，你交个白卷干嘛？白卷？不仅白然愣住了，全班同学的下巴都快掉地上了。白卷，左老师说学神交了白卷，到底什么情况？白然猛地转过身，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我。老师，您眼睛没毛病吧？我直接把卷子举过头顶，抖得哗哗直响，亮给全班看，大伙都瞧瞧，这不是白卷是什么？整张卷子除了名字那栏写了个白然，剩下的地方干净的连个墨点都没有，这绝不可能！他像疯了一样冲上讲台，一把抢过卷子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死死盯着卷面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彻底慌了，像疯狗一样在一堆试卷里狂翻。我太清楚他在找什么了。终于，他抽出了一张写的密密麻麻，只空了最后一题的卷子。他一遍又一遍的确认，魂都没了似的念叨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伸手把卷子抽了回来，似笑非笑的看着他：白然同学，你翻桃苏的卷子干嘛？我刚才扫了一眼，人家除了最后一题全对，你可得多向人家请教请教。我这话一出，全班瞬间炸了，所有人看白然的眼神都变了。他怎么交白卷啊？该不会是1道都不会吧？不可能吧？他联考可是满分啊，怎么可能连第1道选择题都写不出？那他干嘛死盯着桃苏的卷子？搞什么鬼？听着周围越来越大的议论声，白然彻底绷不住了，直接破防大吼：你们懂个屁！我就是嫌这套题太垃圾，根本不屑写，写了也是浪费时间。吼完，他气急败坏地摔回座位，死死瞪着我，眼神恨不得把我活剥了。同时，他在脑子里对着系统疯狂开骂：为什么失败了？你瞎了吗？你知不知道老子今天有多丢人？
他像个疯婆子一样在脑子里狂吼了半天，系统连个屁都没放。过了足足半分钟，那个破系统才极其心虚的回了一句：检测到目标桃酥未完成全卷，触发限制条件，互换失败。白然当场傻眼，气得直跳脚。以前不是闭着眼都能换吗？怎么突然冒出个限制条件？系统沉默了很久，最后憋出一句：我也纳闷啊。成功废了白然的作弊卦，我心情大好，哼着歌下了班。一进家门，我直接把自己拍在床上，开始跟脑子里的系统复盘。可以啊，公平高考，你还真有点东西。这作弊卦说废就废，那必须的。只要涉及高考作弊，本系统重拳出击，绝对是外挂界的活阎王。我满意地点点头，那以后不管什么期中考、期末考，甚至高考，你都能直接把它系统按死呗。这个嘛稍微有点难度，系统冷不丁给我泼了盆凉水。今天这只是个随堂小测，影响范围小，我还能随便捏圆搓扁，给他加点变态条件。但要是碰上大型联考甚至高考，我就没办法随便加限制了。实话告诉你，他身上那个学神系统能无视物理法则强行改分，在我们系统界那也是能排进前3的狠角色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背后直冒冷汗。搞半天白然身上绑了个顶级神装，拿着这种毁天灭地的神装不去造福人类，跑着来偷高中生的分，简直暴殄天物。我叹了口气，那你现在到底能加什么限制条件？系统秒回，目前大型考试我能加的唯一补丁是，必须等桃酥总分超过700，分数互换才能生效。我把这句话死死刻在脑子里，飞速盘算，这个条件好像大有可为啊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一直在疯狂试探公平高考的底线，终于摸清了套路。只要我不断阻击那些作弊卦，我身上的公平高考就会跟着升级，迟早能把所有外挂碾成渣。我狂喜不已，把这个惊天大秘密死死捂在肚子里。日子过得飞快，转眼就要3省联考了。学校对这次联考极其看重，甚至要按成绩开全校家长会。所有学生都在玩命刷题。这阵子白然也消停，没再对桃酥下手，但每次路过桃酥身边，那眼神冷得像毒蛇。联考前一晚，我把桃酥单独叫进办公室，看着眼前这个瘦弱胆小的女孩，我心里直泛酸水。桃酥命苦，爸死得早，妈靠摆摊卖菜把她拉着大，眼看快熬出头了，改变命运的分数却被人凭空偷走，这是搁谁身上谁不崩溃？我清了清嗓子，桃酥，考试的时候你试过压分吗？压分？他愣了一下，猛摇头。老师，考试不就得全力以赴拼高分吗？压分不是自己坑自己吗？错，大错特错。能精准压分，才说明你对知识点已经烂熟于心。这是顶级学霸的必修课。明天的中考，我给你个死命令，总分绝对不能超过700。只要你办到了，你被偷走的分数，我保证1分不少全给你拿回来。他急得刚想张嘴反驳，但一听到最后一句，到嘴边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。他死死盯着我的眼睛，用力点了点头。老师，我听您的。第二天清早，3省联考正式开打。我挂着巡考牌，在走廊里来回溜达。路过桃酥考场时，我不动声色地往里瞥了一眼。这丫头果然听进去了，答题速度明显放慢，每一笔都在精打细算。我满意地点点头，转头直奔第1考场。1考场那是神仙打架的地方，全校最拔尖的都在这，里面的人全在埋头狂写，只有白然一个人翘着2郎腿，笔都没动一下。我走过去扫了一眼他的卷子，差点没绷住，上面一道题没写，全是不堪入目的脏话。什么垃圾考试，趁早毁灭吧！一群脑残出的题，监考的全是废物。这满篇污言秽语毫无遮掩地写在答题卡上，把空白处填得满满当当。与此同时，他脑子里又开始跟系统对接了。这次总能让我跟他换卷子了吧？千万别再掉链子了！听清楚，不光是分数，连卷面我也要换过来。丁，收到宿主指令，本次互换程序已解除所有限制，无论目标桃酥是否答完试卷，卷面互换都将强制执行，且绝不会引发任何现实维度的怀疑。太爽了！上次那小贱人没答完题，害我在全班面前丢尽了脸。这次卷子一换，我要让他当众社死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听着他脑子里的恶毒计划，惊得半天说不出话。就因为上次互换没成功，他竟然要这么恶毒的毁了桃酥。要知道，一旦卷面强行互换成功，这满纸不堪入目的脏话就全变成桃酥写的了。在这种全省瞩目的大型联考里搞这一出，桃酥绝对会被直接开除，彻底身败名裂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身朝考场大门走去。桃酥，这回能不能逃过一劫，全看你自己的定力了。就在我半只脚刚迈出考场大门时，脑子里的公平高考突然诈尸，警报！扫描到高频作弊系统信号，正在强行解析。我猛地一惊，硬生生停住脚步。好家伙，这考场里还藏着第2个开挂的。考场里只剩下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，所有学生都在埋头苦写。一时间我真没看出谁不对劲。我眯起眼睛扫了一圈，终于把目光锁死在门口那个座位上。一个男生正低头狂写大题，下笔速度快得惊人，简直像台无情的打字机，根本不需要停下来思考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的解析结果出来了，锁定目标乔春雨，确认正在使用作弊系统，外挂名称学霸搜索系统，可在考试期间实时连接全人类文明数据库，直接检索并呈现完美答案。我心里一惊，立马装作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在脑子里问：这玩意有招致吗？这一次系统传来的声音里透着更加浓烈的鄙视，简直是在看乡巴佬。切，这种上古时期的破烂外挂，连作弊思路都这么原始，拿什么跟我这种高科技硬碰硬？我一听这话，顿时乐开了花，牛逼啊！那你打算用什么降维打击的高科技手段弄死他？系统冷哼一声，我直接把他网线。我嘴角狂抽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接这话。不到1秒钟，公平高考直接发车，正写得起劲的乔春雨浑身猛地一哆嗦，紧接着就在脑子里惊恐地嚎叫起来：系统，咋回事啊？答案怎么没了？
数据库连接中断，资源加载失败。我操！你别在这个时候坑我呀！最后我只听见乔春雨在脑子里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。我冷笑一声，摇着头走出艺考场。平时上课睡大觉，考前也不翻书，就指望绑个破系统把别人踩在脚下，拿别人心血装逼，你也配？接下来的时间，我像个人形自走反作弊雷达，穿梭在各个考场，疯狂扫荡各种奇葩系统、透视眼系统，一键切换上帝视角，随意偷窥全场答案，读心术系统，强行读取前作学霸大脑，实时提取解题步骤，预知未来系统，考前自动发放标准答案，提前交卷不是梦，一键复制系统，直接复刻全班第一的卷面，化作己用，公平高考马力全开，直接把这些开挂狗挨个锤爆。透视眼给你焊上高度近视滤镜，读心术把偷听到的内容全翻译成古希腊语，预知未来直接下发去年的联考答案，一键复制，强制修改参数，只能复制全班倒数第一的卷子，一个个牛逼哄哄的系统当场瘫痪。这帮作弊狗要么盯着满脑子鸟语发呆，要么对着牛头不对马嘴的答案怀疑人生，最后全被逼得老老实实自己做题，直到交卷铃声响起，我才终于松了口气，这才叫公平高考。熬过2天的批卷地狱，成绩总算出来了，学校效率极高，直接拍板开全校家长会，宣布要当场公布这次联考排名。家长会当天，整个高3年级座无虚席，桃苏妈妈早早就在教室里找了个角落坐下，满脸局促。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，双手死死揪着衣角，紧张的直出汗。一看我进门，她赶紧站起来，满脸堆笑：“左老师您好。”我刚要笑着点头回应，门口突然传来一个尖酸刻薄的女声：“哎呦喂，这教室里什么味儿啊？怎么跟进了垃圾堆一样？”我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人跟在白然屁股后面，一边夸张的捏着鼻子，一边拿眼角夹人。她穿着一身名牌大衣，脖子上挂着闪瞎眼的钻石项链，手腕上还套着个成色极好的玉镯，扭着腰走到白然座位上。她扭头盯着桃苏妈妈，一脸嫌弃的开炮：“我说这位大姐，大夏天你都不洗澡的吗？身上这股味儿都能把人熏死。”桃苏妈妈脸瞬间涨得通红，羞愧的低下头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对不住啊，我刚从菜市场收摊赶过来，没来得及换衣裳。白然在旁边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阴阳怪气的帮腔，真是绝了，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往这做，看着就反胃。我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，刚准备开口开骂，突然有人比我先炸了：“白然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凭什么骂我妈？”我转头一看，桃苏已经冲到了他妈身前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妈是赶得急，但她身上干干净净，根本没味儿。你看我不顺眼，直接冲我来，别在这侮辱我妈。桃苏妈妈吓坏了，赶紧去拽女儿的袖子。白然身边的富贵花上下打量了桃苏一圈，极其轻蔑的撇了撇嘴：“你就是那个倒数第一的桃苏吧？难怪成绩烂成那样，大人在这说话，你个小屁孩插什么嘴？真是没教养的野丫头！”随了跟了，他咄咄逼人的说完后，便闭上眼睛，佯装闭目养神。桃苏气得眼圈通红，刚要发作，刚好瞥见班主任老陆黑着脸从后门进来，只能咬碎了牙咽下这口气。眼看家长都来齐了，家长会正式开始。我随便在后排找了个空位，悄悄坐下准备看戏。讲台上，老陆的脸黑得像锅底，锐利的目光扫过全班，看到桃苏时，明显停顿了一下，然后猛地挪开视线，紧接着他强压着怒火：“今天我必须狠狠批评班上的2名同学，简直无法无天，毫无态度可言。”一听这话，台下的白然瞬间两眼放光，激动的肩膀都抖了起来，死死盯着老陆。只见老陆站得笔直，手指直接戳向桃苏的方向，第一个要点名批评的就是桃苏。白然简直要激动的跳上桌子。老陆话音刚落，他直接急不可耐的大声插嘴：“我就说吧，前几次考试靠作弊混个高分，一动真格的就原形毕露，之前还玩跳楼那一套，真是丢人现眼。”他像个连珠炮一样，疯狂往桃苏身上泼脏水，惹得周围的家长和学生全都开始交头接耳，指指点点。我坐在后排，死死捏紧拳头，心里猛地一沉，坏了，难道还是让这小偷把分数换走了？就在我快要发作的时候，脑子里的公平高考突然冷冷地冒出一句：“急什么？”接着往下看。我愣了一下，瞬间反应过来，立刻死死盯住讲台上的老陆。老陆被白然这波神经病一样的发言搞得一头雾水，反应过来后，直接气得拍桌子狂吼：“白然，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！嫌自己不够丢人是吧？”教室里瞬间死寂。白然瞪大眼睛，难以置信地指着自己的鼻子：“您说我？”老陆根本懒得搭理他，转头冲着桃苏继续开火：“桃苏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马上就高考了，怎么还能这么儿戏？这次3省联考，你总分671，可你语文作文居然一个字没动，60分的作文你直接交白卷，你知不知道加上这60分，你闭着眼都能上700？你到底在想什么？”老陆痛心疾首地吼着，但谁都听得出来，他这根本不是在骂人，这是在心疼那白瞎的60分。这话一出，整个教室差点被掀翻。卧槽，我没幻听吧？没写作文671，这要是写了不得奔着省状元去了，太变态了。难怪老陆要骂他不端正，这60分给我多好啊！学神的世界，凡人真的不配懂。全场只有白然像个石雕一样僵在原地，满眼惊恐的疯狂嘟囔：“怎么可能？他考了671，那我的成绩呢？”行了，桃苏，你先坐下。老陆叹了口气，摆摆手让他坐下。接下来我要说的才是今天最恶劣的事件。白然，你自己睁大眼睛看看，你在卷子上都写了些什么垃圾玩意儿？你这回在整个3省算是彻底出名了。
你脑子里到底装的什么排泄部？老陆气得浑身发抖，直接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答题卡，狠狠砸在地上。前排几个胆大的男生赶紧凑过去捡起来，摊在桌上。卧槽，白然一道题都没写，上面全是大字报：垃圾监考，垃圾考试，赶紧毁灭吧！桃苏凭什么考第一？周围人全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盯着白然，满脸懵逼的嘀咕：他这是中邪了还是精神分裂了？搁着自己骂自己。白然早就吓得面无人色，浑身抖得像筛糠，嘴里只会哆嗦。老师，我什么我？我知道你之前不知道走什么狗屎运，考了几次高薪，但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你知不知道学校的脸都让你给丢光了？我教书这么多年，就没见过你这么奇葩的学生。老陆气得捂着胸口直喘粗气，我赶紧2步迈上讲台，顺着他的后背疯狂安抚。老陆消消气，为这气出并不值当。随后我假装漫不经心地扫视全场，提高嗓门。借着今天这个机会，我也奉劝某些同学一句：老老实实做题，踏踏实实做人，别以为自己弄到了什么下三滥的外挂，就能在这考场上翻天。台下的白然听到这话，眼前一黑，差点一头栽进桌肚里。这场抓马的家长会就这么草草收场。接下来的几个星期，谁也没再提这茬，但大家看白然的眼神明显不对劲，所有人心里都犯嘀咕：这个学霸绝对有猫腻。反观桃苏，每天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学什么都毫不费力，妥妥的准状元势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2次联考简直就像是他俩互换了灵魂。眼看马上就要高考，大家都在争分夺秒，这事也就慢慢翻篇了。这阵子白然变得异常安静，也没再偷桃苏的成绩，像是在憋什么大招。我在脑子里敲了敲公平高考，才知道白然的破系统正在挂机升级，暂时罢工了。我心里一紧，赶紧问他：本来就能排进前3，这波升级完你还罩得住吗？系统语气毫无波澜：你动脑子想想，排行榜第1的大佬到底是谁？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瞬间反应过来，激动的差点跳起来。稳了，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，必须的。再加上你最近疯狂狙击作弊狗，我现在的能量早就爆表了，管他什么妖魔鬼怪，来一个杀一个。我狂点头，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眨眼间，真正的决战打响了。黑板上的倒计时牌终于从365翻到了最后的1。考前1天的动员大会，老师们挨个上台打鸡血，台下听得热血沸腾，掌声雷动。我在台下一样心潮澎湃，因为这一次我终于亲手捏碎了所有作弊寡，那些真正凭本事拼搏的孩子绝不会再被偷走人生。我正自我感动呢，脑子里的公平高考突然诈尸，警报！白然的外挂更新完毕。我脸上的笑瞬间僵住，赶紧追问情况如何，升级出什么变态技能了？系统停顿了一下，语气透着古怪：这外挂的核心代码变了，他不打算偷桃苏的分数了。正说着，我亲眼看到2道刺眼的白光分别从他俩天灵盖冒出来，在半空中绕了一圈，狠狠砸进对方身体里。白光入体的瞬间，白然满脸陶醉，嚣张的在脑子里跟系统放话：漂亮，这次必须让那小贱人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丁，置换程序执行完毕，能量耗尽，本系统即将强制休眠。睡就睡吧，反正大局已定，今年的省状元老子当定了。我在旁边听得直冒冷汗，拼命在脑子里呼叫外援：喂，他们到底换了什么？你赶紧出手打断啊！公平高考的声音却出奇的淡定，甚至有点幸灾乐祸。用不着，他这是在做大死，随他去吧，真挺玄乎的。熬了整整3年的高考，真上了考场，也就2天半的事。考完没几天，大家都回班里领毕业证，顺便吃个散伙饭。教室里哭倒一大片，兄弟闺蜜抱在一起哇哇大哭，一帮小崽子围着我，把眼泪鼻涕全蹭我衬衫上了。苏老师，我绝对不会忘记您的。我轻轻拍了拍桃苏的脑门，笑着安慰：都是准大学生了，以后到了更大的舞台，拼命发光发热吧。桃苏哭得通红的眼睛狠狠点了点头，然后扯着嗓子哭得更大声了。马上又涌上来一群学生，围着我哭得稀里哗啦。我被这帮活宝夹在中间，笑着挨个拍后背安抚。就在这时，余光突然扫到角落里的白然，他像个局外人一样，谁也不搭理，目光穿过人群，死死粘在桃苏身上。仔细一瞅，那眼神阴恻恻的，透着一股子让人发毛的诡异。熬过漫长的等待，终于到了出分的高光时刻。按学校老规矩，全体回教室集体查分，方便统计升学率。查分这天，白然竟然破天荒的第1个到班。他特意化了极为精致的妆容，穿着一身昂贵的衣服，提前坐在了教室里。我听别的老师八卦，高考完白然家里出了大事，他爸破产欠了一屁股债，他妈急得精神出了问题，天天在家跟他干仗。15分钟后，全班到齐。老陆上次被白然气得住了院，还在打点滴，这次查分只能我来顶班。我站上讲台，敲了敲桌子，网站开了，可以输入考号查成绩了。放出话剧，说完，我紧紧盯着白然，倒要看看他憋了什么坏屁。只见他满脸病态的狂热，2大拇指疯狂戳手机屏幕，嘴里神神叨叨的念经：终于熬到今天了，老子装孙子装这么久，终于等到了。白然的成绩还没出来，旁边突然爆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，瞬间把全班吓了一跳。大伙齐刷刷转头，看到桃苏死死捏着手机，两眼发直，像被抽干了魂。过了好几秒，他才浑身打着摆子，
把手机举向我。左老师，我的分为什么全是0？我心里猛地一沉，一个箭步冲过去，抢过手机一看，屏幕上赫然是清一色的鲜红零蛋，语文0，数学0，门门挂0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脑子正当机，兜里的手机突然像催命一样响了起来，掏出来一瞅，屏幕上闪烁着教导主任4个大字。刚划开接听键，主任变调的破音就炸了出来：左老师，我们学校出状元了，全省状元，就在你们一班，因为顺手开了免题。主任的狂吼直接响彻整个教室。卧槽，省状元在咱们班，谁？到底是谁显灵了？电话那头还没来得及报名字，白然突然像疯子一样爆笑出声，瞎嚷嚷什么？除了我还能有谁？他手机里显示着查成绩的网站，由于网络卡顿，一时间还没有显示出来，但他显然等不及了，于是将手机屏幕对着我们，大声喊道：“你们自己看吧，谁是状元？”话音落下，加载的进度条也彻底好了，手机屏幕上显示出了他的成绩：白然308分，这明晃晃的300出头，直接把全班干沉默了。但白然还沉浸在自己当状元的梦里，狂笑不止，顺手把屏幕翻了回去。下一秒，他的狂笑像被人掐断脖子一样戛然而止，他2只手死死拽住自己的头发，撕心裂肺地喊着：“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这分数是假的，绝对不是我的！我明明把他气运全抽干了，我明明……”根本没人搭理他发癫，大伙早就觉得他精神不太正常了。我直接对着手机吼：“主任，状元到底是谁？”“桃苏啊，还能是谁？桃苏！”我挂断电话，跟同样傻眼的桃苏大眼瞪小眼。下一秒，整个房顶差点被掀翻。桃苏，桃苏，桃苏！全班人跟疯了一样疯狂敲桌子，气氛直接燃到炸裂。主任又发来语音解释：“桃苏是全省第1，分数直接被省厅高分屏蔽了，刚才直接打到了校长办公室，裸分732，史无前例的省状元。”班里彻底沸腾了。卧槽，以后老子出去吹牛逼，有状元同学撑场子了，滚犊子！老子还是状元的前任同桌呢！哈哈哈哈！狂欢的人群外，只有一个人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，死死捏着那个破手机。我叹了口气，走过去把他拽了起来，掸掉他身上的灰。我盯着那双死鱼眼，一字一句的开刀：靠外挂偷来的东西，借得再久也不可能变成你的，懂吗？高考是个凭实力拼刺刀的战场，绝对不是让你们这帮系统怪物开挂虐菜的游乐园。只要你是靠自己的脑子去死磕，哪怕最后只考了200分，那也是你堂堂正正迎来的勋章。我不管你最后又动了什么手脚，但老天有眼，邪不压正，报应这不就来了吗？白然眼珠子都要瞪掉出来了，嘴唇直哆嗦，愣是半天没憋出一个字。最后，他像条丧家之犬一样，灰溜溜地滚出了教室。尘埃落定，桃苏稳稳拿下北大，拿着一大笔状元奖金和助学金，直接给他妈盘了个门面，算是彻底逆天改命了。后来我实在好奇，逮住系统追问白然最后到底偷了啥，系统悠悠地抛出真相：考前那次升级，白然强行修改了外挂底层逻辑，把偷分数改成了偷气运。他以为桃苏能一路开挂全靠运气爆棚，所以在动员大会上强行把俩人的命数给对调了，满心欢喜的等着状元头衔砸脑袋上。蠢得我都想笑。桃苏生下来就死了爹，亲妈起早贪黑卖大白菜，白然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，十指不沾阳春水。论投胎论运气，白然碾压桃苏800条街，结果他非要作死，把自己锦衣玉食的好命强塞给桃苏，自己接盘了桃苏的苦命，纯属瞎子点灯，白费蜡，自己把家底给败光了。退一万步讲，真正把桃苏送进北大的是那看不见摸不着的运气吗？扯淡，是他熬红的双眼，是他用废的几百根笔芯，是草稿纸上密密麻麻推演到半夜3更的数学公式，是这些实打实的血汗，生生替他砸开了一条血路。这么不要命拼出来的果实，凭什么让那些开挂的吸血鬼一口吞掉？所以，老子就是要当考场上的清道夫，杀尽天下作弊狗，让付出有回报，让拼搏有出路，这才是真正的公平高考。后来我把系统从脑子里解绑，让他升天化作反外挂雷达，24小时全天候巡视考场，而我也拍拍屁股，准备去找点刺激的乐子，偷分外挂、考场透视、知识检索。这帮离大谱的赛博玩意儿，直接把我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砸了个稀巴烂。更扯的是，老天爷偏偏选中了我当这个救世主。我越来越觉得，这个世界就像个巨大的楚门的世界，每个人的剧本都在暗中被编排得明明白白，像提线木偶一样走剧情。老祖宗说上下四方是宇，古往今来是宙，这是书本上教的死规矩。但我现在严重怀疑，这宇宙外面绝对有双看不见的黑手正在疯狂拨弄时间线，还有无数双眼睛躲在屏幕后面窥视我们。这服务器外面绝对还有更变态的管理员。既然如此，老子下半辈子就跟他们刚到底了，非得把这操蛋世界的底裤扒下来看看，到底藏着什么牛鬼蛇神。